哎，这蒲大招好几天没来了，怕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哟，他住的那个小屋子，就是病死在里头，也没人知道。哎呀，这人呐，说来可悲亦可怜呐。待会儿咱们去看看他。既然共事一场，要是死了的话，也好凑几个纸钱发送他上路啊。嘿，倒看不出来呀。诸位什么时候变成大善人了？恻隐之心大发，不得着什么东西，市井无赖，江湖骗子，和他共事正是咱们的耻辱。依我看呐，像他这种人早该死，死了算了。住嘴！说呀！哼，我一直就纳闷儿，我又没挖你们家祖坟，你们为什么就如此的记恨我呢？哼，今儿我才算弄明白，原来你是觉得和我共事是你的耻辱啊！蒲大招，哎呦，混账东西！武大人的名讳也是你叫的？不错，是我，蒲道昭。现在是由河中堂宝剑皇上亲封的二品户部左侍郎蒲道昭蒲大人。常言道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你们怎么就忘了呢？天可怜见，让我这个小人有了翻身之日，这叫小人得志。小人得志，你们见过吗？啊，没见过吧？好，我让你们看看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子。来呀，在，拿下！这，哎，你们干什么啊？干什么你们？哎，这，蒲大招，你挟持报复，我跟你没完！我要告你！张嘴！蒲大招，我跟你没完！我没有贪赃枉法，你拿我不得！你没贪赃枉法？当然没有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收索贿赂、中饱私囊、挪用库银、外放高利贷，这算不算贪赃枉法？你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？咱们一口锅里抡马勺10几年了，你也太不把我蒲某当回事儿了。小账我都不给你算，我呢就给你算几笔大账。乾隆51年正月初7，山东盐道为了掩盖亏空，走你的门路，一个8000两的红包，你就把他110万两的亏空给抹平了，这事有吧？乾隆56年11月，福建上缴的超罚充公的银子16万5千两，你呢私下跟司官平分了10万两，这事也有吧？你这胆儿怎么这么大呢？还有打磨厂顺天祥钱庄里你存的银票是哪儿来的？那都是挪用的库银，你用这笔钱放高利贷，每年坐收上万两利息，你敢说没有这回事儿？我户部14司盐曹钱官
你都待过，哪一处你不是坐地抓土、验过拔毛啊？怎么样？我没说错吧？如果你们现在还是觉得我这是挟私报复、血口喷人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待会儿咱们刑部大堂上见，那儿早就有人等着伺候您了。哎，不！不，大人，都怪我有眼不识金镶玉，得罪了大人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要不您就只当我是条不同人性的畜生，行不？起来，瞧你这副德行！可是旧存新收，开除实在的四柱清册。中堂不愧掌管户部，果然内行得很。北当房乃户部第一机密要地，乃天下财富的总汇。他的账目，你怎么得到的？中堂，您且往下看，岂止北当房，户部14司、南北当房、银库、缎品库、颜料库这3大库都有账目在上面。中堂，您先莫问我这账目的来历，您呢，只把这账目与户部的寻常账目对照，您看看有什么不同。你这是一本账中账。中堂明鉴。把你的底牌摊出来吧。中堂，拿这本账去与户部的账对照，2000万两的银子也有了。说仔细点儿。中堂，卑职给中堂随便举个例子。您看看，军务报销一栏，向来军务报销是户部司官和书办的生财之道，但这次湖北为剿灭白莲教的军务报销，您看看，他们下手是不是也忒黑了点儿？早在去年年底，湖北就派出粮道崔逢印和武昌府潘英军携带巨资来京打点，户部主管司的司官、书办，还有兵部、工部的有关人员都得到了好处，而结果呢？中堂，您看这行小字儿，你这写的是什么呀？这是卑职用暗语写的他们报销的实数。您看这行大一点的字儿，则是他们虚报的数目，两相对照。中堂，您看他们得了多少分？刚才说的是一笔大数，我再让您看一个琐细数。外省借来的银子，每1万两借费60两，这都归管库的司官、书办分了。而每年报借的金饷都有数百万两，仅这一项就能贪上万两，而一大清律贪污2000两就要斩立决。还有，这是海关、盐政，这是织造、漕运、河道，这是各有司衙门、各地督府，还有知……够了！葡萄粥，你知罪吗？卑职
不知。你以微末小吏的身份，盗取朝廷最高机密，并造下黑账，用于要挟朝廷各级官员，其心思之阴毒，手段之卑劣，骇人听闻。就凭这一点，问你个灭门之罪，全家抄斩，亦不为过吧？蒲某已经是光棍一条，没有全家了。你敢跟我打痞子枪？不是蒲某跟您打痞子枪，我本来就是孑然一身，穷困潦倒，活在这世上就是个混阳寿而已，还怕什么灭门？而中堂您呢，位极人臣，尽享荣华富贵，单看你眼前这一大份家业，这一大家子人，今后何以为序？明眼人都为中堂捏着一把冷汗呢。就凭你，也配与本中堂妄测俘获？蒲某是竭诚相劝，中堂您就是不信呐。那我也无可奈何了。要杀要剐，您瞧着办。您笑什么？好，好你个蒲掌柜的！这次的买卖让你看准了，开个价吧。中堂掌管天下钱粮，蒲某愿替中堂做一管账先生。呵，想当户部尚书，胃口不小嘛。行，只要你帮我迈过了这道坎儿，我会在皇上面前举荐你。先弄个2品侍郎吧。谢中堂。刘全，哎，我这就去见皇上。哦，蒲道昭，先让他待在这儿，给我好生看着。哦，不许他走动半步，不许他见任何人。哦，有一点差池，我饶不了你。奴才明白。丧心病狂！丧心病狂！这个蒲道昭，朕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他。皇上杀了他，到哪儿去弄这么大笔银子来？难道朱师傅也赞成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划了银子吗？君子从权，只要有利于朝廷，何必在乎手段？而且用这本四柱清册，可以收1石3鸟的奇效。用这本账册，一个个官吏一笔笔账目去核查，让有关人员吐出贪墨的银子，这笔数目估计至少有几千万，可以填补朝廷因为普免钱粮出现的巨大亏空，大大缓解眼下的危机。此其一。其二，这本四柱清册实际上是一本贪官污吏的花名册，白纸黑字，一笔笔贪赃的证据俱在，不怕他们抵赖。挖出这样大的一批蛀虫，既利于整肃吏治，也树立了新朝的威信。更何况这些官吏多数都是和珅的人。其三呢？其三，和珅受太上皇宠信多年，朝野皆知，门徒党羽遍于天下，
如此上下其手，内外勾连，若不及早谋之，等太上皇千秋万岁之后，何人奈何得了他呀？抓住眼下这个时机，让和珅亲自负责追索赃银，他势必要得罪很多人，包括他自己的党羽，这就叫做自检羽翼，自毁根基。还有，他追查出来的银子，先不忙于入国库，就放在他手里，待到时机成熟，新账老账一起算。皇上，您别忘了，和珅的家产富可敌国呀。师父说的有道理，特别是自检羽翼，自毁根基和富可敌国这2句里面的玄机，朕不是领悟不到。不过现在还不是动他的时候，先让他把这件事办了吧。那普道昭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和珅举荐他为此次清查的亲使，挂户部侍郎。不准！可4柱亲册中的暗语，只有他自个儿知道啊。这个天杀的！那好，先准他所奏。臣这就去布置。慢！此次清查一定要暗中绝密进行，否则必然会引起朝野震动，导致政局不稳。朕记得那年前锋参师都府，太上皇就是因为涉及太广，因此才将他驳了回去。这一次牵扯的官员何止百千呢？再者，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让太上皇知道。一下子揪出这么多贪官，他老人家会怎么想？他老人家一定会想，你永远这是往乾隆盛世上抹黑，你这是搞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到那个时候，永远何以自处啊？所以朕以为赃银是一定要追，否则朝廷的财政就维持不下去。至于贪赃的人员，除了极个别贪赃数目巨大，引起民愤极大的，其他的暂不处置。是暂不处置。跟他们说，只要他们交出赃银，朝廷就不再追究，也不声张。他们今后照样为官。皇上圣心远虑，实在叫臣钦佩。对了，朕还想为这一次的追剿行动取上一个代号。师父看叫什么好啊？有了！此次追查赃银若是成功，朝廷无异于发掘了一座金矿，就叫它挖金矿吧。挖金矿，好，就叫它挖金矿。这普道昭好几天没来了，怕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哟，他住的那个小屋子，就是病死在里头，也没人知道。哎呀，这人呐，说来可悲亦可怜呐。待会儿咱们去看看他。既然共事一场，要是死了的话，也好凑几个纸钱儿，发送他上路啊。倒看不出来呀。诸位什么时候变成大善人了？恻隐之心大发，负得着什么东西？市井无赖，江湖骗子，和他共事，正是咱们的耻辱。依我看呐，像他这种人，早该死，死了算了。住嘴！说呀！哼，我一直就纳闷儿。我又没挖你们家祖坟，你们为什么就如此的记恨我呢？哼，今儿我才算弄明白，
原来你是觉得和我共事是你的耻辱啊？蒲大招，哎呦，混账东西！武大人的名讳也是你叫的？不错，是我，蒲道昭。现在是由河中堂宝剑皇上亲封的二品户部左侍郎蒲道昭蒲大人。常言道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你们怎么就忘了呢？天可怜见，让我这个小人有了翻身之日，这叫小人得志。小人得志，你们见过吗？啊，没见过吧？好，我让你们看看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子。来呀，在，拿下！这，哎，你们干什么啊？干什么你们？哎，这，蒲大招，你挟持报复，我跟你没完！我要告你！张嘴！蒲大招，我跟你没完！我没有贪赃枉法，你拿我不得，你没贪赃枉法？当然没有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收索贿赂、中饱私囊、挪用库银、外放高利贷，这算不算贪赃枉法？你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？咱们一口锅里抡马勺10几年了，你也太不把我蒲某当回事儿了。小账我都不给你算，我呢就给你算几笔大账。乾隆51年正月初7，山东盐道为了掩盖亏空，走你的门路，一个8000两的红包，你就把他110万两的亏空给抹平了，这事有吧？乾隆56年11月，福建上缴的超罚充公的银子16万5千两，你呢私下跟司官平分了10万两，这事也有吧？你这胆儿怎么这么大呢？还有打磨厂顺天祥钱庄里你存的银票是哪儿来的？那都是挪用的库银，你用这笔钱放高利贷，每年坐收上万两利息，你敢说没有这回事儿？我户部114司、盐、曹、钱、官，你都待过，哪一处你不是坐地抓土、验过拔毛啊？怎么样？我没说错吧？如果你们现在还是觉得我这是挟私报复、血口喷人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待会儿咱们刑部大堂上见，那儿早就有人等着伺候您了。蒲大人，都怪我有眼不识金镶玉，得罪了大人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要不您就只当我是条不同人性的畜生，行不？起来，起来！瞧你这副德行！我要是你们家老祖宗，在阴曹地府，我都替你臊得慌。
你要我放过你不难，但你得依我一件事，你把历年吞下的银子，一个子不少的，全都给我吐出来。啊，大人！诸位仁兄，你们几个人的事儿就不用像我对他这样费神了吧？蒲大人，起来，都起来吧。蒲某这次奉旨清查赃银，奉旨挖金矿，自当秉公办事。只要你们把贪墨的银子都给我吐出来，一切都好商量。可以，不治你们的罪，不砸你们的饭碗，甚至不记党，不声张，继续当你们的差，该干嘛还干嘛。谢谢。哎，起来吧，谢谢蒲大人，谢谢蒲大人。而且你们还可以充当本官挖金矿的帮手，但谁要心存侥幸，耍奸抵赖的话，那就怪不得人心似铁，王法如炉了。我要参他！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，蒲道昭这无耻的小人，不知怎么骗取了皇上的信任，以挖金矿为名，到处威胁逼供，巧取豪夺，弄得是人人自危，怨声载道啊！再这样下去，朝局不可收拾了！哎呀，参他有什么用啊？他不过是和珅门下的一个走狗而已，要参就要参和珅。对，要不是他保荐，那蒲道昭怎么又能死灰复燃呢？就是啊，还有，也都是他一手主持。对，我们就揪住和珅不放。对，就是这次啊，他可犯了众怒了。据我所知啊，不光是咱们，就是6部9卿、京师各衙门，就连他的亲信，也都怨他下手太狠。好多人都要参和他呢。他没好下场。我没说。哎呦，我的何中堂，你可来了！你看这一大摊子事儿，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。绿营兵饷总算是有着落了。真的？我正想问你呢，挖金矿进展如何？掘地3尺，鸡犬不宁，京师地面上已经没有多少油水了。对那了，这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小蓝公呢？他呀，整天就钻在他那个四库全书里，那可真叫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编圣贤书啊！那怎么成？
他还是军机大臣吗？他从新疆回来就这个样子。那你也别什么事儿总一个人扛着。白莲教匪由湖北流窜到安徽、河南了，像这种军务上的事，你也可以跟桂中堂商量嘛。桂中堂病了。什么？桂中堂病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病了有些时日了，看你忙，不想让你分心。再说，这也是桂中堂的意思。桂中堂是我旧日的主子，对他老人家，我从来都是心存感激的。可不知为什么，他老人家好像有意要疏远我，平日里就是连坐都不愿意跟我坐在一起。桂中堂一向是深沉方正性情，你也别太多心了。既然来了，咱们就赶紧把这些紧要公务办了吧。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，紧要公务不就是急着要钱吗？一件件来吧。那咱们先议围剿白莲教匪之事。不用议了，拨款，先拨80万两。好，这份是江苏河道萨载奏请开凿陶庄引河，以解决漕运受阻和落马湖涨溢之忧。萨载是个能办事的人，他的开凿陶庄引河和当年普道昭修长堤是两码事，咱们得帮衬帮衬他。这个河南呐，灾荒连绵，你看旱灾还没有过去，又闹起了蝗虫，总不能让虫把人给吃了吧？那就拨30万。这个是蒙古僧王爷的次女嫁给伊犁将军的奏报，我看由朝廷派一个大员去祝贺就行，款子就别拨了，也没得可拨呀。那可不行，赋税外藩历来是朝廷最重视的事。我看从河南、江苏两省各节流10万吧。好。这一份我已经是河干海涝，再要钱，只有把命垫上了。说说吧。遵中堂吩咐，挖金矿的金银字画都分别登记造册，这是搜缴上来的珠宝，请中堂过目。都在这儿了？都在这儿。哦，卑职大胆，给中堂留了一个鼻烟壶。不知中堂五色使人目盲，听说过这句话吗？没听说过，谁说的？一个古人。那立令智昏这句话，你总该知道吧？知道。何中堂，这次我可是一丁点的腥味都没沾呢。哼，这次你做的是大买卖，怎么会贪这些小便宜？不过我可要提醒你，千万小心，再把老本赔进去，就再也赚不回来了。不会的，这次呀，是皇上御准，中堂大人是大掌柜的，我撑死了也只能算老二，要说赔，
除非皇上说话不算数。哦，我这臭嘴！皇上金口玉言的，他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？说起这档的买卖，卑职还要请中堂示下。京师的金矿已经挖光了，卑职究竟何时去外省啊？把这些东西都交上去，外省就不用去了。怎么不去了？日间中堂大人还说，各处都等着用钱呢嘛。各地的督府州县，油水大得很，大有可挖呀。哼！你非要我将天下人全部得罪了才甘心是吧？你这哪里是挖金矿？你这分明是在给爷我挖坟墓呢！你。皇上这招棋真是大手笔呀！棋局如此，不得不为尔。禀皇上，和珅来了。叫他进来吧。这奴才和珅恭请圣安。啊，你来的正好。啊，坐。一盘残局，朕正不知道如何收拾。奴才于博弈不精。和相，你不要谦虚了。你不是常陪太上皇下棋吗？坐。奴才竭尽全力。和相一出手，这满盘都活了。皇上谬假。不是谬假。世事如棋，朝局更如棋。朝廷少不了你和相这样的博弈高手啊！你和刘墉复议的要紧奏折，朕都看过了，深获朕意。绿营军饷的事儿算是解决了，可是现在到处都缺钱。这挖金矿的事儿，我看还得抓点紧。禀皇上，京师各衙门有关人等的赃银都已搜缴殆尽。那各地的州县呢？奴才以为此事当适可而止了。奴才没本事，仅在京师挖金矿，就已闹得怨声载道，人人自危。如果再挖到各地州县，恐怕会天人震怒，发生不测。这些啊，都是面儿上的理由。和相不会存有什么私心吧？苟利国家，奴才生死已知，岂敢因私废公？和相心口不一呀。拿上来。你自己看看吧。
这些弹劾你的奏章，个个都是言辞激烈。但朕呢，要么将他们留中不发，要么就是言辞驳了回去。为什么？就是考虑到你何相的种种难处。但若为一己私利，存了个得失荣辱之心，抛弃了尽忠尽责之道，那不仅有违做臣子的本分，也辜负了朕对你的期许和回护。皇上训旨，奴才刻骨铭心。奴才即刻就通知普道昭，让他明日就离开京城，赶赴各地州县挖金矿去。不是说不去了吗？怎么又变了？哼，这是皇上的意思。皇上圣明。当然，中堂大人不让卑职出京，也是有道理的。中堂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啊！我只求你，不要将各地督府官员逼迫太甚。中堂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若非中堂抬举，普道昭算几斤几两。此番卑职去挖金矿，一定要时时事事注意，不会让何中堂做恶人的。放那边吧。嘿嘿嘿嘿！我说季大学士，你怎么到我这儿串门来了？你这是什么话啊？你身为军机大臣，几个月不踏军机处的门槛，还说我来串什么门子？哎，军机处不是有贵大人、何中堂，还有你老兄吗？贵中堂病了，和珅现在遇到大麻烦，普道昭，我说你听我说话没有啊？嗨，我听着呢。现在普道昭啊，在外省挖金矿，这弄得是鸡犬不宁啊！各地的督府纷纷上折子弹劾和珅。事关大局，我们得商议一下吧。哎呦，我终于找到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，你看看，这圣祖爷的御制诗，他们在抄写的时候，居然把梅花啊抄作荷花了。哎呀，纪晓岚，
这真是红如不识冬雨夏，误将梅花作荷花啊！哎呀，何中堂，您看这些折子，它……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这屋里太闷了，咱们出去走一走。也好，也好。千不该万不该，你不该重用朴道昭这种小人呐！不用他，现在花的银子从哪儿来啊？皇上面前又怎么交得了差呢？唉，其实你做的再好，这不……多谢你的好意，我的处境我心里清楚。天意不可逆，我只是聊尽人事而已。刘大人，那不是贵中堂的管家吗？刘大人，难道？刘大人，我家主子去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啊！前天我去看他，他还跟我聊天来着，他怎么会这么快就……你赶快回府，告诉你们家主母并少主子，就说我跟刘大人马上过府上去吊唁。主子临终前有话，说别人来吊唁没什么，要是何中堂来，他领受不起，请中堂不必去了。刘大人，何中堂，何中堂，您在这儿呢，让我好找啊。何中堂，太上皇想见你。我也想见他老人家。哦，走吧。坐。谢主子。刚一总，昨儿吃那个茯苓饼啊，叫他们再送点儿，何大人尝尝。这，你张罗一下，带2盒回去。哎，这。哎，你最近忙啊？太上皇知道，奴才本就是个忙碌命嘛。忙什么？前一阵子为绿营兵饷的事奔波，这一刻忙些杂事。哪些杂事？白莲教匪患，河南的蝗灾，还有江苏开凿河道等等。这还有一件杂事你给忘了。太上皇说的是哪件杂事啊？圆明园，这个圆明园的事儿你怎么给忘了？哎呀，奴才该死，竟忘了将圆明园工程时刻向主子禀奏。太上皇，圆明园工程奴才一刻未敢耽误，时时催督。目前其畅春园、圆明园、清漪园3处园子即将竣工。你这个即将竣工，这到底得多久？总归得在1年之内吧。这不能再早一点啊！这银两上的事，一时周转不过来。
哎，你这个人呐，我去嘛。怎么现在啊？总归是奴才弑君不成，才惹得太上皇不快。银两的事，奴才即刻想办法，总归在3月之内，让太上皇高高兴兴地住进园子里就是了。奴才跪安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都有白头发了，朕知道你难。主子爷，朕知道。知道难。和珅，奴才在。起来吧。谢太上皇。起来，起来。
喝点茶吧。阿妈今天兴致好啊，回头还能写几个字儿。您今天就别写了，我看您呐实在是太累了。刚才说的那个降灵不作，皇阿玛，你要不先去躺一会儿？来，皇阿玛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写几个字儿。您今天就别写了，您太累了。今天就写。您歇会儿吧，还是明天再写吧。吧。铺开，铺开。您还是歇会儿吧。铺开，好吗？铺开。研墨，研墨，研墨，研墨。严匀他。您不要太累了。皇阿玛，皇阿玛。什么事？这样惊慌？太上皇，太上皇驾崩了！哎呦，何大人，何大人，何大人，快！何大人，哎呀，何大人，太
上皇啊！主子爷，这是怎么了？奴才正筹划着给您过90圣寿呢，很多事情要请问您示下。奴才见不着你，心里头着急呀。刚才奴才在宫门口绊了一跤，惊着您老人家了吧？奴才真是没用，这么大把年纪，还让您老人家不能省心呢。奴才跟着您20多年，天天见您的面儿，今儿怎么就隔着一层板子见不着您了呢？不会，不能，奴才要见太上皇，奴才想见您老人家呀。奴才这就来了。何大人，太上皇啊！别拦住我！我要见太上皇，我要见太上皇，让我随太上皇去啊！让我随太上皇去吧！何大人，你不能这样！让我随太上皇去吧！你不能这样！让我随和珅，身为臣子，就这样苦领着吗？我失仪了吗？岂止失仪，随便逮你一句，就可合你个大不敬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举国吊孝之日，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断不能乱了分寸啊！何大人，高公公。皇上伤心过度，被我们劝回去修业去了。和珅接旨。奴才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国家骤逢大变，朕心丧哀痛，恐有精神不到之处，着和珅驻乾清宫，主持大行皇帝治丧期间一应事宜，钦此。和珅遵旨。
刘大人，你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，一定累坏了。现在这炉席上躺一躺，手头的事儿我来替你干。不行啊，刘大人。皇上将大行皇帝治丧事宜交给我来主持，这说明圣眷不衰呀。做臣子的肝脑涂地，尚且难报君恩之万一，这点累算什么？我知道，太上皇在世的时候，最希望见到的，就是我像侍奉他老人家一样侍奉当今皇上。我得让他老人家放心啊！何中堂啊，何中堂！不过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这儿有好几件事要跟你商量呢。我听说这2天皇上白天代丧办事，照常见人处置政务，还要3次到旧殿来哭灵。退回上书房，批阅奏章到3更，5更时分便又起身回到上书房。这样下去，就是铁板的身子也倒不住啊！我想啊，在隆宗门内设一炉棚，你与小兰兄你们几个军机大臣在那儿当值，将能担的政务就担起来。这样的话，让皇上也能多一点休息。好，在隆宗门搭炉棚好，上书房、军机处近在咫尺，咱们也可以替皇上揽一些琐事。你我也可以省一些跋涉之苦啊。再就是大行皇帝的谥号庙号要定。这朱师傅有个条款，说大行皇帝拟谥为高宗纯皇帝。既然是他说了，想必皇上会采纳的。也不知为什么，这太上皇的遗诏，皇上却不用朱师傅，也不用小兰兄，却交给我来起草。你给看看，这行不行？太上皇的心思，除了你，谁还会了解的那么透彻？朕为帝王，但应天命，想做久长。写得好，写得好。太上皇执政60年，加上这几年，一共是64年。他老人家创立的丰功伟绩和施政的宽仁都写出来了。好啊，只是白莲教匪这一段，我觉得可以斟酌。对，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啊，也觉得不太顺。你帮我指出来，看哪儿不对的，我改。你比方这头4行这儿。
都5更了，朕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出来呀？皇上打小就是这样，做什么事儿都是全神贯注、心无旁骛的。不过往日都是5更上朝，今儿个皇上可是整整熬了一个通宵啊！虽依然龙虎精神，可也得注意休息才好啊。可是啊，皇阿玛刚刚先去，这么多事儿等着朕办理，朕怎么睡得着呢？这个时候还偏偏有人给你添堵。山东巡抚伊江阿得悉太上皇驾崩，给朕的请安折子，里面居然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，尽是些普普通通、平平常常的事儿。你说，他们心里还有朕吗？巧得很，臣这里也有一份送到军机处的快信，是伊江阿写给和珅的。信中殷殷遵劝和珅要节哀呀。这正说明和珅权势熏天，已经威胁到了江山社稷。朕看是到了断然处决的时候了。可是投鼠忌器呀。坐。朱师傅是怕向天下人不好解释吧？是啊，天下皆知，和珅是太上皇第一个心腹重臣，皇上现在就治和珅的罪，不但天下人会视皇上为不孝，而且于太上皇圣德英明有损。不过和珅一日不除，皇上可否另想个法子，比如唐代宗对付李辅国的法子？朱师傅是叫朕暗地里把他除掉，然后再告知天下，说他暴病而死。皇上以为不妥？岂止是不妥？当年代宗以天子之尊行盗贼之计，可愧甚矣。朕上禀天命，继承大统，怎么能学他呢？皇上说得对，臣是一时糊涂了。朕知道这里面有难处，朕希望正大光明的给和珅拟条罪，然后公告天下，将他诛于市朝。可定罪不易呀。太上皇说过，天下就没有无罪之人。好好想想吧。这皇上，请您用早点。河中堂办理丧仪已经2天2夜没有合眼了吧？是。把这给何大人拿过去，就跟他说，朕说了，让他一定要好好的休息。这奴才是什么人，敢劳皇上如此关怀牵挂？
有了。天下人不都认为和珅对太上皇最忠吗？朕就在他的忠字上做文章。上年正月，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和珅，和珅竟然骑马直入左门，过正大光明殿，至寿山口，无君无父，难道这也叫忠吗？哎，对了，那回太上皇带兵批阅奏章，自己未免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和珅竟敢在一旁说不如私去，竟然另行拟旨。哎呀，真是骇人听闻呐！还有，乾隆60年9月初3，太上皇有意禅位于朕，可是和珅在9月初2就给朕送来一柄明黄如意，泄露天机，居然以拥戴为功。朕看，就光这个，他就该杀。太上皇敕旨让和珅管理吏部和刑部，后来因为他在军需预算方面是一个能手，所以让他监理户部。可他进了户部，却将户部所有的事务一人把持，变更成立，不让其他人参与半点意见。现在太上皇驾崩，朕下谕让蒙古王宫中凡是没有出过天花的都进京服丧。可和珅呢，他一句话竟让他们都不要来了。可这对太上皇不公、泄露机密、擅权这些罪状，只是朝廷内部几个人知道的事儿。要紧的，必须要拟出一条罪名，让天下人都无话可说。再想想吧。哎，怎么把这档子事儿给忘了？哎，怎么把这档子事儿给忘了？啊？哎呀，和珅的家产呐，他这么多银子，打哪儿来的？对呀，接着说。要动和珅的家产，最好有一个出来指控他的人，而且这个人能够一口就把他咬死。禀皇上，普道昭求见。这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。宣，阿切，阿切！你又连续熬了几个通宵了，莫非是受了风寒？我这身子骨啊，没那么娇嫩。大意不得啊！你要是累垮了，单就治丧这一摊子事儿，谁能担当下来呀？这样吧，你要实在抽不开身呐，我让他们弄点药来。哎，不，来人！这帮奴才才熬了几个晚上，就睡得跟死猪似的。我去看看。进！干什么？瞎了眼的奴才，没看见我是谁啊？任凭是谁，只要跨出门槛一步，斩！你们是奉谁的命令？奉领侍卫大臣兼九门提督之令。本大爷就是领侍卫大臣兼九门提督，除了我，还能是谁？你们说还能有谁？我。罗森特，是我。何大人，你没想到吧？30年河东，40年河西，当年你没整死我，今天我又回来了。额将军，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嘛。禀刘中堂，罗森特只是奉旨行事，与他人无关。
快，等等一下，人堵住，那边，快点，进去，其大罪12，经查抄和珅家产，所盖楠木房屋，建设于制，其多宝阁及阁断式样，皆仿照宁寿宫制度。其元日点缀，竟与圆明园、蓬岛、瑶台无疑，不知是何非常。其大罪13，衣家内所藏珠宝内，珍珠手串竟有200余串，较之大内多至数倍，并有大珠，较御用冠顶尤大。其大罪15，又宝石鼎，并非一应带之物。所藏珍宝石鼎有数十余个，而大块珍宝石不计其数，且有内务府所无者。其大罪16，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逾1000万。其大罪17，且夹壁藏金26000余两，司库藏金6000余两，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100余万。其大罪18，一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，而查抄资产近至20余万，并有大珠珍珠手串，若非纵令驱索，何得如此丰饶？其大罪20。过目。给公主请安。将你们几个朕的兄弟召来，是有件事儿想通报一声。朕已经将和珅革职拿问，并抄没其家产。朕为什么等不到皇考治丧期满，就急于处置他呢？实在是因为他祸国殃民，专擅狂妄，已经到达了不可容忍的地步。和珅一日不除纲纪，则一日不肃。皇上，请不用解释，我们就知道和珅他早晚会有这么一天。是啊，和珅倚仗皇阿玛的宠信，压了我们兄弟20多年。皇上，听说和珅家产值2亿银子，可有此事？这些谣传怎么能够信呢？现在清查的单子还没有出来，不过估计在2、3千万两吧。皇上，和珅贪污了这么多银子，真是骇人听闻呢。那么皇上将如何处理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呢？这金银、古玩都交给内务府广储司。至于说当铺还有出租的田地，就由内务府继续经营。你们放心，朕呐，不是那种好货之主，不是说这些财富交到内务府就归朕一人所有了。老八在。听说你曾说了一句话，弄得天下皆知。哪句话？你说这天下的皇位，即便像雨点一样多，也落不到你的头上来。还说啊，如果能分到和珅的一座宅子，你就此生不亡矣。皇上，我那只是随便说的玩笑话，可没有别的意思。哎呀，朕没有怪你的意思，
而且朕觉得这句话特别的好，好就好在有自知之明。所以啊，朕打算如你所愿，把他的宅子赏一半给你。谢皇上天恩。都是朕的兄弟，朕是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啊，对了，和珅还有一个典当行叫斗金堂，是一个，归你了。谢皇上。老十七，在。这和珅呐，还有几个花园，我看你就拿一半去吧。谢皇上。至于和珅的另一半宅子和花园嘛，禀皇上，十公主求见。啊，十公主吗？是。啊，好，好。你先下去吧，跟他说朕马上见他。这，你们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十公主来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这十五哥，你别慌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哼，你这说的哪儿的话？咱俩是兄妹，打小咱俩就最亲近，有什么话尽管说。朕你15哥听着呢。我好想皇阿玛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别哭嘛，朕知道你心里有委屈，皇阿玛不在了，可是你还有朕呢，还有你15哥呀，有朕在，看谁敢欺负我们10哥。对了，今天呢，朕跟几位皇兄说了，就说和珅的另一半宅子和花园谁都不能动，那是留给我们10哥的。还有封申阴德，按照大清的律例，和珅治了罪，封申阴德也必然受株连，但是朕不办的，非但不办，而且他的官职俸禄都不变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是朕最疼爱的10妹的丈夫。15哥，行了行了，别难过了啊，别难过了。这一次处置和珅，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再说，他和珅是他和珅，咱10哥是咱10哥啊。都说无情最是帝王家，可朕偏偏向往那种普通老百姓的亲情。朕自从当上了皇帝，兄弟姐妹都改口称朕为皇上，只有你10哥叫朕15哥。朕不恼，非但不恼，
而且高兴得很，因为只有你石格儿把朕当亲人。可是如果有一天，连你石格儿也改口，称朕为皇上，那朕就真的成为孤家寡人了。这次来，你是不是为了和珅？十五哥，你能不杀他吗？只要你不杀他，可以将他革职什么的。我和阿德也什么都不要，寨子花园都不要，我们也不住京城了，陪他到乡下去做一个田舍翁，一辈子都不露面，行吗？花阿妈曾经说，你身上有一种男儿气概。朕今天才知道，女人终究是女人，与生俱来的弱点，可能一辈子都改不了。我没有想到男儿。15哥，我只求你别杀他，好吗？15哥，你就当华妈还在世，求求让着10哥，好吗？好吗？是啊，你实在给朕出难题了。一边是我最疼爱的小妹妹，求我饶了和珅；一边是满朝的文武大臣，逼朕杀了和珅。朕让他们快点结案吧，结了案再说。不能结，这和珅的财产根本就没清查完毕呢，哪能结案呢？蒲大人，这可是皇上的意思啊！这不，我刚从内务府听到的消息，就赶这儿来给您报信儿来了。皇上的意思也不行。我是说，皇上有时候也会被一些假象蒙蔽的。大人，为大人着想，卑职有句话不得不说呀。朝野皆知，大人您与和珅的关系非同寻常，特别是这次挖金矿，从京城到地方，您与和珅得罪的官员何止100千，如今您又揪着和珅不放，一查到底，就不怕有人说您驱红踩黑，更想借此为自己开脱吗？还有什么？说呀！怎么不说了？哼，不错，我就是要驱红踩黑，我就是想为自己开脱。怎么了？我上了一条贼船，船底漏水，
马上就要沉了，我难道不应该拼命划桨，赶在沉船之前靠岸吗？难道非得要我和这条破船一起遭受灭顶之灾吗？不，我得拼命划桨，把和珅的财产通通的挖出来，让皇上高兴。他高兴，我也就上岸了。皇上怎么改变主意，不想杀和珅了？哎，十公主面前，总得让朕有个交代吧。臣明白了。皇上是怕在十公主面前不好交代，皇上更怕的是杀了和珅，天下人议论。太上皇尸骨未寒，您就把他第一心腹的大臣给杀了，会担上一个不孝的罪名。知朕者还是朱师傅啊。皇上其实大可不必担心，朱和珅正纲纪是春秋大义，也是最大的孝道。不杀和珅，皇上在列祖列宗、天下苍生面前才更无法交代呀。哦，皇上知道最近朝野流传的一句话吗？什么话？和珅跌倒，嘉庆吃饱。怎么说？就是说，皇上之所以要整垮和珅，主要是看中了他的亿万家产。混账！朕办和珅是因为他擅权误国、贪赃枉法，跟他的财产有什么关系？可无一不这么看，甚至有人说，皇上已与和珅达成妥协，只要他交出隐匿的财产，便可获得赦免。如今皇上果然不杀和珅了，岂不坐实了他们的话？其实坐实了他们的话还不要紧，却把皇上奉春秋大义，诛乱臣贼子的功业混同于与臣子争利、敲诈勒索的手段。如此，皇上何以立德，又何以树威？德不立，威不树，嘉庆王朝又拿什么同煌煌60年的乾隆盛世相比？要不是师傅指点，差点陷朕于不明。禀皇上，普道昭在宫外候着，说有要紧事求见皇上。叫他进来吧。这哦，朱大人，普大人，请。臣普道昭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有什么急事吗？皇上，臣听说皇上要把和珅的案子给结喽。结又如何？不结又如何？皇上，和珅的案子不能结呀。哦。你倒说说，怎么个不能结啊？臣想过了，有3不能结啊。臣敢担保，和珅的家产绝不止现在已经查抄出来的2000来万，一定还有大量的财产被隐秘或者转移。例如挖金矿时，臣交给他一个镶嵌宝石、价值连城的鼻烟壶，此次查抄就不知去向。诸如此类不胜枚举，此为1不能结。眼下朝廷急需用钱，皇上不识时机地扳倒和珅，查抄了他的家产，
正好填补亏空，可光填补亏空不成啊！如果能把和珅的财产通通的挖出来，今后皇上就不愁没钱花了，此为二不能解。你的意思是，和珅跌倒，嘉庆吃饱，对吧？对呀，皇上也听说这句话了。可是让臣为皇上抱不平的是，2、3千万两就吃得饱了，2、3个亿还差不多。更让臣抱不平的是，居然有人散布什么谣言，说什么和珅的家产清单是2份，一份皇上掌握着，一份是对外公布，竟好像朝廷吞没了大部分似的。因此，和珅的家产一定要清查到底，非如此，不能还朝廷一个清白，给世人一个说法，此为3不能解也。哎呀，朱师傅啊，这次又被你说准了。哎，你说朕这一次该怎么办呢？请皇上钱纲独断。朕明白了。蒲大昭，臣在。你这3个不能结案的理由说得好啊。好在哪儿呢？好在你让朕下了决心。朕办和珅是为除奸佞以正纲纪，这是连村野匹夫都知道的道理。而你呢，身为朝廷大臣，居然将朕与和珅的财产硬扯到一块儿，甚至认为朕是那种好货之主，以此诱之，以邀恩宠，居心叵测。真是可恶之极。皇上，臣只是想把和珅的财产挖出来，报效皇上。臣可没有别的意思。还在胡说！朕早在藩邸的时候，一切开销就公私分明。现在朕以天下为家，更犯不着将和珅那么点小小的财产据为己有。再者，就算是和珅有万贯家产，或藏匿或转移，对朕来说，那也不过是在天的下面，地的上面，用得着你们这么费尽心机的尽力搜刮吗？蒲大昭，你一辈子算盘精，可总在关键的时候出错。早在你任江苏巡抚期间，虚报修筑100里长堤，就该杀。皇上，后来贬为户部小吏，你有私造4柱清册，更该杀。此次查抄和珅家产，你以此邀功，居心叵测，更该杀。朕今天要借你项上人头，正告大小臣工，今后要是谁再提及和珅家产的事儿，蒲大昭就是榜样。皇上冤枉啊！蒲大昭愿为您效忠啊！皇上，何时了结和珅案？皇上，明天吧。这
二位大人是来给我送行的吧？我想，要是外人看到我们三个在这种地方喝酒，一定会诧异的张大嘴巴，半天合不拢了。何大人，让我来敬你一杯。我们三个人呐，小兰兄文采风流，旷达机趣，短处却是文人气太重。刘墉兄勇于任事，勤恳忠直，短处却是过于认真。我呢，说句实话，二位的长处我全占了，短处却没有，一言以蔽之，长袖善舞。可是到头来却不得善终。看来一个人太聪明了，并不是件好事。啊，何大人，来，啊，干！好一似石径鸟头林，胜了片白茫茫大地，也真干净。好。我这儿也有一首诗。绝密诗，请小兰兄多指教。50年前，梦幻生，今朝撒手，撇红尘。他是随口兰日，寄去销魂，是好甚。是啊，等到随州黄河决口合龙的那一天，我也该转世投胎为人了吧？好啊，好啊！这一杯酒，我来敬，感谢二位大人前来为我送行。何大人，慢。何大人，在你上路之前，你还要见一个人。
厮守在一起，都为逾越这道藩篱。如今须要离开人世，再要逾越，反觉得惆怅，怕失去什么。就这样吧，庆龄已经知足了。庆莲，我真该早点娶你。庆莲此行早属郎君，娶不娶都是一片真情。记得那年去打缅人，皇上派我送军饷去云南边境。我到坊间跟你道别，你眼圈红红的，却只说了句早点回来。这句话一直伴随着我这么多年。如今我又要走了，你还能再跟我说一句早点回来吗？我不能。为什么？我要陪你一起走。庆莲！师哥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进来了？奴才是来向皇上谢恩的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知道。那你还穿着丧服？蒙皇上恩典，本应将和珅斩首于市，却加恩，
此其自尽。皇恩浩荡，奴才全家感激莫名。好，好啊。师哥，朕这么做，不光是为了你师哥。和珅生前乃首辅大臣，赐他一个全师，也是为了国体起见。皇上圣明。师哥，你听着，朕是皇帝，但更是你师哥的亲哥哥。朕要你今后像以前那样叫朕15哥，不准叫皇上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是，皇上。